135m 参数的 Gluformer 打不过 0.72m 的 GlucoFM。血糖监测14项评估里，小个子平均 PRAUC 反而高出 4.1个百分点。今天主角是 Google Research 的血糖监测基础模型 GlucoFM， 参数少187倍，性能反而更强。这不是个例，是全部糖尿病风险任务上的碾压。GlucoFM 是 Google Research 和 UNSW-CLI 联合搞的连续血糖监测基础模型。它把血糖数据变成通用特征，用于糖尿病风险、贝塔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分析。一句话，让机器从血糖曲线里看出人会不会得糖尿病。先看对手，现在最强的 CGM 基线是 CGM-Former、Gluformer CGM-JPA 这批多项任务平均 PRAUC 是 54.7。它们有个通病，把血糖轨迹当成纠缠不清的单一序列去编码，就像把一整天的心跳和偶然的早搏混在一起听。把纠缠的序列拆开，本频道提过 JAM 这个自监督架构，GlucoFM 的预训练目标就是 JAM 注，把频道分隔，但它不是照搬，是把 JAM 从图像领域搬到了血糖信号上，并且动了架构手术。GlucoFM 核心创新是可学习的因果掩码高斯滤波器，把血糖数据一刀切成2条独立流，一条状态流，捕捉昼夜节律、胰岛素敏感性等慢速生理趋势；另一条事件流，记录餐后血糖飙升、运动导致的短暂波动这些快速事件。2路分开处理，再合并成融合表征，这就是本质区别。训练用 JPA 风格目标，对融合表示做掩码上下文潜在预测，随机演调 50% 到 60% 的 patches， 让模型对着 EMA 教师网络动量 0.99 预测被遮掉的潜在表示。这叫逼模型在抽象层面学规律，而不是死记硬背数值。这套架构在477名受试者109066小时无标签 CGM 数据上预训练，注意是无标签，不需要花钱请医生标注，数据再脏也能用。整个预训练只跑在一块 NVIDIA H100 GPU 上就完成。这就是小参数模型的奢侈待遇，参数少，待遇好，铺开跑分，结果一目了然。更狠的是，所有糖尿病风险和贝塔细胞功能障碍任务，它全部排第一，跨数据集迁移21、3、24个评估登顶。还有一个数据点特别戳人， GlucoFM 只用全部语料的 20% 做预训练，就已经能匹配用全部数据训练的 CGM 基线。这说明它的双流解耦是真正学到了血糖数据的本质结构，不是靠堆数据喂出上限。但把丑话说前面， GlucoFM 截止2026年8月26号还没放出模型 checkpoint， 所有评估基于回顾性数据，没有获得任何监管批准。它目前是研究原型，绝不能拿来当临床诊断或治疗依据。这条红线比它跑多快都重要，红线比速度重要，但工程价值也值得说。你不需要一台常开的服务器，单个 H100 就完成预训练的模型，部署到现有容器里做实时分析，成本趋近于0。部署到容器成本低，补充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它不只是学术指标好看，转换成临床判断规则时，优势照样被放大。规则优势被放大，那谁不该用呢？第一，任何需要给患者出诊断结论的临床系统，它没获批 FDA， 出了事儿你担责。第二，需要解释性很强的场景，双流解耦出来的特征到底是什么生理含义，目前没有临床验证能打包票。没临床验证打包票， GlucoFM 给基础模型圈上了一课。0.72m 参数能在医疗相关任务上干翻 135m 的对手，靠的是把信号结构拆对，而不是把算力堆高。结构拆对，算力不堆高，最后给你一张截图清单。需要部署在 CPU 容器或低功耗设备上做推理，它的 0.72m 参数就是为这个场景设计的。要赶临床合规或准备给患者做诊断，立刻劝退，先等监管批文，等它放出 checkpoint再动手，别对着论文撸代码。